大梁13年，弟子归宗，诸前太子于金銮殿上登基为皇，遂封谢氏青樱为后。谢青樱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夫妻恩爱，母仪天下，而我却被丈夫嫌弃？谢青樱落得如此下场，一切都是你自己选。谢青樱，谢府大小姐一直是我，被赐婚为太子妃的也只能是我。你能嫁给平阳侯杨子已是高攀，谁能想到你那个废物夫君，竟然是遗落民间的皇子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等今日立后大典之后，我会和他一起。谢青樱，我这辈子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，给我陪葬吧！陆先生，保护皇后！今天叫你妈儿来呢，是商议一下你们的婚事。商议婚事？我怎么回到了未嫁之前？难道我重生了？这一份呢是皇上的圣旨，而另一份呢是平阳侯为他的养子季行川求婚的婚书。哼，这千鸾才是谢家嫡女，这乡下找上门来的野种，算是个什么东西？青樱啊，虽然你是我的长女，但流落在外多年，不懂帝王之家的生存之道，如果惹下祸事，容易祸及全家。反而是这个季公子，因为是养子，他会更加的看重你。父亲，我要嫁给平阳侯养子。他怎么会答应嫁给养子？哎，千鸾，你别胡闹！难道他也重生了？姐姐，你本是国公府嫡长女，而我掌就你身份多年，又岂能抢你婚约？这太子妃的位置，妹妹甘愿让给姐姐。既然是这样，呈谕礼部吧。母亲，那青樱也先告退了。去吧。母亲，千鸾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这可是太子妃呀，你怎么能让给谢青樱那个野种啊？母亲，你就放心吧，那太子就是个可欺短命鬼，而嫁给平阳侯养子，才是前途不可限量啊！你懂什么？这肩上登基乃是兄终弟及，这太子啊，虽是先帝之子，但是肩上曾当着众人的面发誓，将来太子成年之后要还位于他呀。你只要紧紧抓住太子的心，将来必将成为母仪天下的后宫之主啊！娘，我有确切消息，不出半年，太子外祖顾大将军就会被满门抄斩，太子也会被废除，而季行川正是当年皇上遗落在外的皇子。这皇家的隐私，你是听谁说的？娘，你就相信我，嫁给太子注定是死路一条，嫁给平阳侯养子，才能成为皇后啊！你果然也重生了，但愿你不会后悔这一世的选择。母亲，上一世我流落多年，本以为被父亲接回国公府后便可安定，谁知父亲碍于姨娘家中权势，连长女的身份都不肯给我，视我如奴婢。这偏房是不是有点……怎么，你心疼了？哼，这房间是破旧了点儿，但是比起他之前住的，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难不成你还想把千鸾的房间让给他不成？哎呀，青樱啊，你妹妹本是咱们国公府的独女，现在因为你回来，已经受了不少委屈了。你让一让妹妹好吗？以后对外呢，就还是她是嫡女，你就算是养女吧。
他们对我冷漠苛待，如弃子般将我加入侯府，却不知那时我早已和行川情投意合。可人心难测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炼狱。来吧！青樱，青樱，不还满意啊？是个荡妇！起来，是不是你勾引的他？你那么想死吗？你给我记住，没有朕的大运，你不能死。上一世，你叫我女子当如藤蔓一人，而今生，女儿要做斩藤的刀。小姐，宫里派来了教习嬷嬷，国公爷和夫人请您赶紧过去。臣女谢青樱拜见方嬷嬷，还望方嬷嬷不嫌臣女资质粗陋，不吝辛劳训诫指教。国公府教导有方，大小姐果然端庄智丽。这贱人为了当太子妃还真是用心，居然提前学了礼仪。事不宜迟，就从今天开始学习礼仪吧，老身也好早一些回宫复命。谢大小姐，请带路，就去您的厢房吧。父亲母亲，女儿先行告退，这就带方嬷嬷回恒芜院了。什么恒芜院？你回的明明是清霜院。妹妹莫非是糊涂了？我乃国公府嫡出小姐，未来太子妃，自然是要住在嫡出小姐才能住的恒芜院，怎么可能住在下人住的清霜院？这是当然。是，咱们青樱怎么可能住下人的居所？哎，这就带嬷嬷去恒芜院。女儿告退。小姐果然苦尽甘来了，没想到咱们还有住在这儿的时候。还是别开心的太早。谢青樱，谢青樱，你别以为你被赐婚就可以踩在我头上，敢抢我东西，你也配！你敢打我！你们4个把这个贱人给我打出去！看谁敢！我可是未来太子妃，你们不怕人头落地？谢千鸾，这一巴掌是要让你清醒一下。我现在的身份，你打不得。谢青樱，你终于不装恭顺了啊！刚当上太子妃，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。莫非妹妹这么快就后悔了？可是方嬷嬷已经见过我了，妹妹就算是后悔，怕也是来不及了。哼，谢青樱，你别以为你当上太子妃就高枕无忧了。萧承泽只是刚刚克死2个刚定亲的太子妃，你偏偏能嫁出去就步了他们的后尘。国公乃皇后娘娘钦定的婚事，自然命格贵重，和前人不一样。否则父亲母亲那么疼爱妹妹，又岂会愿意？萧承泽外祖家手握兵权，早就已经功高盖主，想必过不了几日，他们就会被满门忠。你还敢打我？太子外祖家乃忠良之家，不知多少儿郎战死沙场。当年蛮族入侵，国家半壁江山被毁，是太子外祖率30万大军死战，才将他们逐出中原，岂容你肆意辱没？殿下，当真？是，属下欠儿送来，句句属实。
就冲这句话，当时以东宫的名义加送聘礼500人，给未来太子妃添妆。是。看来这次总算来了个有意思的人。这边我的，让开！我的，给我！什么情况？这怎么侯府连赏赐都没有？对呀，那算啥啊？太子妃的驾到，可是从国公府一直蔓延到皇宫门口，比十里红妆还夸张。那能比吗？这边是太子，这边是侯府不得宠的养子。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走在太子妃前面！你，新娘子出来了，你看看，真气派啊！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。太子妃千岁！谢青樱，让你且得意几日，待太子伏诛，我且看你万劫不复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你以前是国公府的嫡小姐，现如今是我侯府的媳妇。你夫君也只是我侯府的养子，以后你要恪守女德，牢记尊卑。当年先帝突然去世，京城大乱，纪醒川流落在外，被侯府老太爷收养。老太爷去世后，他就一直被纪家主母、嫡兄各种欺凌。如今我刚进门，就迫不及待给我下马威。你夫人，再忍耐片刻。如此温柔体贴，纪行川果然是值得嫁的良人。上一世那个废太子，大婚之日让我独守空房，丢尽了脸面。他本人更是一个变态。姐姐，这一次换你嫁给萧承泽，受尽折磨的可就是你了。据我所知，你可不是什么柔弱女子啊。想必你也听闻，在你之前的2个太子妃，皆死于孤之手。不如他们后尘吗？我知道殿下不会，因为我是来救殿下。孤乃当朝的太子，来日的九五之尊，还需要你来救？太子殿下看似尊荣，实则危机四伏。不光有蛮族对太子外祖顾老将军虎视眈眈，想必这东宫也有不少帝后派出的眼线时刻监视。殿下一旦行差踏错，便是万丈悬崖。前世将军府被诬陷通敌，
帝后以太子性命胁迫，顾老将军孤身回京，束手就擒。顾家被抄家灭族，太子失去最大依仗。局势分析的不错，你要如何解救姑呢？其实臣妾启禀殿下，容妃病重。殿下，这便是太子妃吧？蓉儿，这就给太子妃请安。你救急又犯了吧？不必多礼。听说江侧妃病了，青樱正好有长公主所赐的百年人参，希望对妹妹的病体有帮助，早日康复，勿让殿下忧心。长公主赐的人参自是好的，只不过我的病非人参所能医治。殿下，你不是答应过蓉儿会请太子妃救我吗？让我救治啊？蓉儿，你身患旧疾，需要阴年、阴月、阴日生的人的心头血当药引。估计的太子妃的八字正好合适。一直知道萧承泽疯，却没想到居然疯到这种程度。大婚当晚就要堂而皇之，用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取太子妃的心头血。姐姐，我知道取心头血是有些疼，但如今你与殿下那是夫妻一体，而我与殿下至关重要。想必姐姐不会拒绝的，对吧？你是要自己动手呢，还是姑动手？殿下救我！他身上怎么会有硫磺的味道？妹妹这么大的反应干什么？当着太子的面，你以为本宫会做什么？殿下，臣妾有幸师从苏南竹苏神医学过医术，却从未听说有心头血可以治病一说。也是担忧妹妹的身子，这才想着帮她把把脉。你居然是苏神医的弟子？是，上一世季行川虐我伤痕累累，却又求来名医给我疗伤，反倒结识了苏神医。那你过来把脉，姑倒要看看你能把出个什么。殿下，想揭穿我装病，不明疾病那么多，尤其心悸都是难以确诊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说些什么。怎么？你若是诊断不出来，姑要取的可不只是你的心头血。江侧妃只是最近肝火旺盛，心绪不宁导致的郁结于心，气不归脾，开几服药，好生休养几天就好了。这个贱人，分明是在暗指我因为太子大婚吃醋斗气。殿下，他根本不懂医术，分明就是不想取心头血。我知道殿下不信，我可以证明。因为我已经看出殿下身中蛊。殿下，若非帝后对你暗中下毒，又怎能威胁得了顾家？你若没什么大碍，就好好休息吧。今日是姑与太子妃的大婚之夜，不好冷落了太子妃。请殿下共饮合卺酒，大婚才算真正礼成。
皇后将你指婚于我，到底有何阴谋？还有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中蛊毒的事情？殿下难道不想治蛊毒？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，拿自己的命去赌。这个萧承泽果然够疯。殿下，我是苏神医弟子，能看出殿下中毒自然不是什么难事。再说了，我不是皇后的指腹之人，我是被换亲的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谢千鸾不愿成为皇后的棋子被操纵，因而换我顶替。殿下，你我都是身不由己之人，我可为您治蛊，您可保我平安。你与臣妾大可以联手。这倒是比姑想象中更有意思。总算暂时稳住了他。为了不让帝后日后有机会责难，只能委屈殿下跟我共诉一处。但殿下放心，青樱绝不是高攀之人，只求殿下日后攻城能够一封和离书，放青樱自由。既然我们做戏，那就做全套。殿下，萧承泽，保你性命，助你登基只是第一步，我想要的又岂止是自由？上一世的新婚之夜，季行川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二皇子玷污，之后便没有再碰过我，只是不知这一世谢千鸾是如何应对。夫君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妾身都等你很久了。季香川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种，也配和我称兄道弟啊！别以为和国公府联姻就能翻身，这次我不止让你当个绿头龟，还要让你彻底失去国公府的支持。拉我起来，我还要喝。不是季行川，你是谁？吵死了！本王乃当今二皇子信王，早就看上了你，无奈你身份太低微，不配做皇子，我只能灌醉他季行川，我来替他洞房。不是谢青樱，这个信王上辈子就是死在季行川手上，难道就是因为他给季行川戴了绿帽子？你到底是谁？所以季行川和谢青樱的恩爱也是装出来的。完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青樱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是他？哎，真晦气，睡了这么个丑女人。你说谁丑？告诉你们，今天的事情，但凡敢泄露出去半个字，王定让你们侯府鸡犬不宁。
二殿下，二殿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大婚当晚，你竟然喝得烂醉如泥。信王殿下可是皇后的亲子，若是侯府因为这件事得罪了皇后和信王，我饶不了你。这侯府娶的不是谢清英吗？姐姐她嫌弃季二少爷是养子，哭着要换嫁。他说换嫁就换嫁，哼！你们国公府当侯府和皇家的婚事是儿戏。姐姐和太子殿下两情相悦，姐姐说太子保证能劝动皇后娘娘，而我一直爱慕季二少爷，所以就答应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侯府当然是不能和太子结，如今也只能是将错就错。此事我会吩咐全府不得外传。只是你们两个，一个大婚之夜烂醉，一个分不清夫君是谁，你们那就只能一起跪着，祠堂罚跪半个月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他因此厌弃了我。我看谁敢动我和夫君！这是干什么？季侯爷、侯夫人，哦，不，应该叫你们公公、婆婆才对。你们怕是忘了吧？我不是谢清英，我是谢千鸾。父亲母亲对我可是非常疼爱，你们若是敢欺辱我，就是欺辱整个国公府。嫁人从夫，你已失了贞洁，难道罚你有错？母亲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昨晚和我洞房花烛的明明就是夫君啊！你还是母亲想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信王殿下德行有亏，欺辱臣妻。对，儿媳说的对，昨天晚上洞房确实是行穿，此事就到此为止，任何人不许再提了。夫君，我真的以为那个人是你，所以我才……夫君，你若是真的嫌弃我，给我一纸休书就好了，我便回国公府去。想必父亲母亲对我如此疼爱，一定会有我的容身之处。他应该能听出来我的言外之意吧？夫人哪里的话？夫人方才不是说了吗？昨天晚上洞房的就是我们。夫君，你放心，有国公府撑腰，从今往后，侯府再无人敢欺辱你。还是暂时不要告诉他皇子身份的秘密，否则他自恃身份，嫌弃我失身他人，我要趁此机会才能自保，尽快抓住他的心。谢清英，你果真如此瞧不上我，为了爬上太子之位，居然做出换亲的事。儿臣给父皇母后请安，父皇母后万安。快请起，快请起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多礼。太子妃和泽儿站在一起，还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璧人。本宫听说昨夜容妃闹了一场，差点害太子妃独守空房，可有此事啊？上一世江蓉装病绊住萧承泽，想要给谢千鸾下马威。谢千鸾被宠坏的脾气自是大闹一场，不仅被萧承泽和长公主彻底厌弃，还让帝后抓住把柄，将萧承泽禁足3个月。而3个月之后，季行川已恢复皇子身份，崭露头角。父皇母后明鉴，昨日江侧妃确实病了，儿臣因太子妃之责，主动前去探视。
反而殿下动念昨日是洞房之喜，主动陪儿臣回去。凌晨二位送来的调查结果，他的确是幻甲，如今又帮我避开帝后责难，看来昨晚他说的合作，倒有几分是真。儿臣对这位太子妃着实满意，所以今日前来，特意拜谢父皇母后赐婚。太子如此懂事，和太子妃感情这般和睦，朕甚是欣慰。谢千鸾那个蠢货，居然思想万千，可谢青英这个乡下野丫头，竟然因为如此避人。爹娘，这是兰心坊流行的胭脂，还有弘文馆新出的宣纸，都是邢川为二老准备的。邢川，快！让你们费心了。这宣纸乃是公孙大家手作，我千寻难求，邢川你居然能买到。季邢川极爱面子，上一世和姐姐回门只带一盒普通点心，被父亲当场嘲笑，气得从此不再登门。登基为帝后，更是将谢家一贬再贬。这一次我给他做足面子，必然可讨他欢喜。爹娘，这太子太子妃怎么还没回门啊？看天色应该快到了。爹娘，你们就看吧，那谢青英啊，肯定是自己一个人回来，太子不会陪她。一会儿看我怎么笑话她。老爷夫人，大小姐回门了。她回门就回门，还叫人通报？怎么要爹娘亲自来迎接她吗？大小姐确实吩咐要老爷夫人携全府人等于府门口跪迎。什么？什么？今天倒要看看这个逆女她是不是疯了。人呢？谢青英，你简直是忤逆不孝啊！让父母来迎不说，连马车都不下了。国公爷，所谓君臣父子，君在田。太子妃既已嫁入皇家，则与太子分属一体。尔等见太子妃凤驾，理当跪迎。啊！谢青英，你摆什么太子妃的空架子？且不说太子没陪你回门，只怕这新婚3天连碰都没碰你一下吧？你不过是个教习嬷嬷，竟然敢打我！这个蠢货！老身是先皇武烈帝赐给长公主的贴身侍女，奉长公主之命服侍太子妃，打你又如何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个长公主上一世对我正眼都不曾瞧过，怎么可能让自己的贴身嬷嬷来给这贱人撑腰呢？以下犯上以臣辱君，按律当杖毙。来人，拖下去！别！谢青英，你到底是来回门的，还是当众羞辱父母妹妹的呀？拖下去！夫君，别！住手！你住手！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跪我，还是我跪你。殿下，您怎么也在？臣拜见太子殿下。谢国公好大的威风，莫非是想要姑爷给你跪下？臣不敢。爱妃，太子自来报礼，居然陪他回门。看来谢青鸾说的没错，谢青英果然早就攀附上了太子，才毁了我的婚。萧承泽这个冰山变态，竟然能陪他回门，还对着他露出如此宠溺的笑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谢国公刚刚的意思是要教训姑的太子妃是吗？
谢国公刚刚的意思是，要教训孤的太子妃是吗？臣不敢，臣不知殿下驾到，多有得罪。那谢国公的意思是，只要孤不在，孤的太子妃就可以被随意冒犯了。不，臣并无此意。青阳，不，太子妃，方才是臣等冒犯了，还请太子妃看在血缘亲情的份上，饶我此遭吧。是啊，太子妃，今天啊是您回门的大好日子，这可千万别误了好时辰呢，太子妃啊！也是，谢国公，我们也是一家人。不过现在太子妃代表的是皇家的眼光，那就小惩大戒，掌国20吧。你说什么？你闭嘴！你想被当成讨死吗？爱妃，意下如何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千鸾是臣的妻子，如若有冒犯之处，臣甘愿赔罪。夫君，接二公子倒是夫妻恩爱，也不及太子妃对太子感情深厚，苦心孤诣，也要嫁给他。接二公子既然愿意替妻赔罪，本宫就来人，掌嘴20。你要掌掴我？你要掌掴我？不是你说的替妻赔罪吗？怎么，后悔了？臣不曾后悔。谢青樱，你尽管嚣张吧。现在这个纪行川的羞辱越多，他日纪行川身份曝光，尚未成功好，你遭遇的报复就越惨烈。纪行川，上一世你为父为君对我百般折辱如奴，这一世异地而处，我为尊你为卑，你昔日对我的毒必10倍奉还。禀告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，掌刑完毕。谢国公，那就先行君臣之礼。今日是本宫回门的好日子，总不能一直在门口站着。臣谢景行携全府恭迎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回府。还是个心狠手辣、得理不饶人的，更有意思了。谢青樱，为什么？直呼本宫名讳已是逾矩，莫非方才那20个巴掌打得不够过瘾吗？你流落在外的时候，是我救了你，你才得以返回国公府。侯府为求我娶你，固然是为了羞辱我，但也是我在暗中筹谋引导。我本以为我们两人两情相悦，你却嫁给了太子，你就那么想得到太子妃的位置吗？是啊，前世我就因为这一次救命之恩倾心于他，心甘情愿嫁给他，然而最后又落到了什么下场？纪行川，别再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了，你娶我只是为了攀上国公府这棵大树，好成为你上位侯府的筹码罢了。你就这么想我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分明是你爱慕虚荣，觊觎太子妃的位置，如今你却倒打一耙。我知道你会成，不过无所谓了。如今我已经嫁给太子了，你我身份尊卑有别，你的所有算计都会成空。好，谢青樱，
我会让你后悔的。那个季行川，不过是季侯爷的养子而已，在府中地位也仅比奴仆高点。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谢国公会冒着得罪姑的风险换亲，让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。因为季行川是皇上皇后失散多年的皇子。那他如果是皇子，国公府怎么会知道？当然是我重活一世的原因了，但这个就不能告诉你。我也不知道父亲从何得知，我是在他们商议换亲的时候偷听到的。帝后忌惮殿下多年，之所以一直没有废除，除了当年有诺于天下，又何尝不是因为殿下英勇神武，而帝后所出的信望就荒唐无能？但季行川不一样，他一直藏拙，更具极大的野心。倘若他成了皇子，帝后必然会迫不及待废了我这个太子，扶持亲子上位。你可有证据？其实我是我知道了，你说的证据我会去查。你告诉我这么大的秘密，想要什么回报？我只想好好活着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殿下身处漩涡中心，应当明白我的处境。殿下，日后攻城，殿下可否实现我的愿望？谢青英，他流落乡间多年，回到国公府也未曾被好生照料，怎么可能会有现在心机深重、步步为营的做派？他到底藏了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是苗疆的蛊毒，平日潜伏，每月15发作，痛不可挡。关键时刻如有人引发，可以让他陷入疯癫。能对他下如此毒手的，只有那2位了。所以你性情暴力乖张，也并非全是做出来的，而是被这蛊毒折磨太深。你倒是比我可怜了不少。我的好侄儿，只要你死，朝堂上那些老不死的就只能闭嘴了。你安心去死吧，外公，你姑姑都会下去陪你的。你这个荡妇！是妈妈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被伤口给疼醒了？我这里有宫里赏的秘药冰肌膏，这就给你敷上。这个蠢货，除了国公宠爱一无是处，哪里及得上青莹分毫？
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你别气馁。那太子暴虐成性，迟早会被废除。而你可是天纵之才，我相信他日定能成为人中龙凤，将咱们昔日所受的屈辱一一讨回。夫人，我听说前国公爷就是你的祖父，与沈阳明沈老先生是故交好友。沈阳明，他是谁？三朝元老，2代帝师，朝廷中有一半的文官都是他的门生，是如今的儒林领袖。如果能有幸拜他为师，或者得他指点。我想起来了，上一世糟老头子就是太子的老师，在皇宫撞杯死谏，让纪行川差点坐不上皇位。不行，我必须抢先一步。夫君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找爹爹，一定把这个老先生给你请来。多谢夫人。咱们夫妻一体，你说什么谢呀？放心好了，只要搞定那糟老头子，纪行川必然感激，爱我如母。帝王亲子只有姓王，无论如何我都会扶他继位。我想要翻身，只有碰上姓王。若请来他当老师，哪怕在帝王面前，也会有我的一席之地。你琢磨出来的那个东西，让太子上钩了吗？娘娘放心，一切尽在臣妾的计划之中。记住，太子的一举一动都要向本宫报告，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退下。是。哼，老套的宫斗戏，还真把我当妻子了。可惜我和你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里。这个糟老头子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们都送过祖父的信物了，他还是让我们跪了3天3夜。这么大的太阳，再晒下去人都要废了。我现在就找人把他揪出来。老先生德高望重，却性格古怪，的确不好行。跪个3天3夜怎么样？这都是我的诚意。可是他不肯见我们，我们在这跪着又有什么用啊？上一世那个贱人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请动了那个糟老头子？家师曾于3日前离开此地，云游去了。我是李楚文。我们要找的是你师傅，你一个徒弟，你……李楚文是老先生的关门弟子，也是名动江南的才子。据说他继承老先生所有的人脉衣钵。家师避世多年，曾有不少达官显贵以高额的报酬请他出山，他不堪甚扰，所以去外地游学去了。临走前曾嘱托，让我看到此玉佩主人的后人，予以照拂。我本无心入仕，但看在你们2位一片赤诚之心，加上老师好友的嘱托，我便随你们下山一趟。谢先生。可是师傅不在，你觉得能行吗？李先生，谢青英求见。他怎么来了？听闻李先生在此，谢氏女青英特地前来拜会，想替太子请先生前往京城指点学问。不好意思啊，你来晚了一步。先生已经答应随我和夫君一同下山去了，对吧，先生？他抬出太子，这个李楚文不会反悔吧？实在抱歉，刚才我已答应这2位小友，不能食言而肥。可是先生，我乃是替太子所请，担任太子太傅，将来就是帝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先生是拜高踩低，
是一心贪图名利之人吗？请回吧，二位随我进来。谢青英，看着吧，这次我一定将你彻底踩在脚下。走吧。一切按计划进行。棋局刚刚开始，妻子却有了别的心思。萧承泽，你也有这么纯情的一面，倒是比我想象的更有意思。那我们走吧。姑为什么牵他的手啊？我还对他笑了。萧承泽，谢青英，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听说了吗？沈老的关门弟子李楚问被纪行川推荐给了信王和皇后。那纪行川一个侯府养子，居然请得动沈老的高足，沈老可是支持太子的呀。他娶了个好夫人啊，是沈老固有的孙女。搞了半天是给信王请的老师，害我跪了3天3夜，这腿还疼呢。不过他因此攀上了关系，就不会再有之前的事情了。且等你几天，等我找到那个证人，然后证明了他的身份，登上皇位，看我怎么让你求死不能，好报那日羞辱之恨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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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爱卿平身，坐吧。父皇，您一直教导儿臣积极向上，精进学业，他日才能完成江山社稷，儿臣一直牢记在心。这不，今日请到了这当朝第一大儒、3朝元老，收弟子为徒，完成学业。儿臣斗胆请求父皇亲自主持今日拜师仪式。这好啊！皇儿愿求上进，朕自然纯允。来人，宣。宣李楚问觐见。草民李楚问，拜见陛下。免礼，快把先生扶起来。皇儿，哎，赶紧侦查，行拜师礼。哦，对，今日所有重臣和公卿世家都在，帮吾儿做个见证。学生在上，请恩师喝茶。李楚问喝了这杯茶以后，天下文官就成了本王的支持者，这太子之位还不是手到擒来？你是武烈帝血脉又如何？有将军府撑腰又如何？一群只会打仗的大老粗，怎么能比得上天下的支持呢？陛下是不是搞错了？草民本次前来，是代恩师之名，代行收徒。代行收徒？代行收徒好啊！沈老先生很有威望，做他的徒弟一定更有说服力。信王殿下何出此言？恩师要收的乃是当今太子殿下。什么？这恩师要收的乃是当今太子殿下。太子？殿下，到你的主场了。
萧承泽拜见为师，还请师兄代为受礼。师弟不必多礼。师父叮嘱过，殿下乃仙武列地唯一血脉，也是未来大梁的天子，身份贵重，不敢受此大礼。弟子萧承泽拜见恩师。师弟，快起来。这是他早就计划好的圈套，我上当了。好啊，姓李的，耍本王是不是？说好的收我为徒，怎么收的萧承泽了？信王殿下慎言，殿下确实召见过草草民，一介布衣，又怎敢不敬？但是也不敢替为师改弦易张，混淆正途。还有，信王殿下只是皇子，又怎敢尊卑不分，直呼太子殿下的名讳？好啊，四川耍本王是不是？殿下，真没有，没有什么没有。夫君，我算是看出来，你不就是嫉妒本王在你的新婚之夜上睡了这个女人？什么？混账东西！父皇，儿臣，儿臣。太子，你果然是好样的。父皇过誉了，这是多亏了父皇和母后，你们的言传身教，谆谆教诲。来人，将信王和谢千鸾带去宗人府彻查。父皇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父皇，不是这样的，皇上，陛下，信王殿下尊卑不分，对储君无礼，应当杖责30，削王爵。先生，信王不过是一时口误，何至于削王爵？何至于杖责？就凭他是太子，是仙武列帝与孝贞皇后亲子。见过皇兄、皇嫂。皇妹，你不是不喜欢参加这样的宴会吗？怎么今日突然来了？臣妹今日前来，只为一件事。昔日先帝御驾亲征途中突然驾崩，太子年幼，国家不可无主君，是以皇兄才临时登基为帝。皇兄当时亲口承诺，等到太子及冠大婚之后，便让他开始监国，参知政事。皇兄，这话如今可还算数？朕承诺过的话，当然算数。前几日听太医说，太子恶疾缠身，朕就想着过几日等太子身体调整好之后，再行商议。启禀父皇，太医所诊的都是误诊，儿臣现在体壮如牛，百毒不侵。难道他已经解毒？既然太子无恙，不如陛下今日就当众表明，不然日后还有人如同信王一般不尊太子。当然不会。今日朕就借着春日会，半个月后，等太子及冠典礼之后，就可以正式监国了。臣等遵旨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李先生年幼时曾受我外婆恩惠，若我开口，他自然会助夫君一臂之力。一招简单的釜底抽薪，就让我在棋局之上
赢得先机。谢谢你，你越来越让我看不透了。投桃报李，要不要我帮你除掉他？不用，报仇当然要亲自动手，才来得痛快，不是吗？纪行川，自今日起，信王再无余力争宠，而皇后也会视你为眼中钉。我会在你找到证明身世的证据之前，彻底断绝你的后路。为什么总觉得哪里不对？如果如谢千鸾所言，是谢青云主动还妻，他已经当了太子妃，拥有了一切，为何又对我他的恨意？父亲、母亲，混账东西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跪下！敢问父亲，儿子犯了什么过错？你还有脸问？你娶的好妻子和信王的苟且传得满城风雨，侯府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哼！娶妻不贤，不但在家中忤逆公婆，还惹下了滔天祸事。你身为她的丈夫，你难辞其咎啊！这个妻子，不是父亲和母亲帮我聘的吗？我给你聘的是谢府谢青英，可不是这种水性杨花的人。要不是你和他早有勾搭，他怎么会非要换妻嫁给你？季家又怎么会被连累？爹，和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打断腿赶出去就是，不过就是我季家养的一条狗而已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谢青英，季行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，竟让你害我至此？这就是我的命运，注定被进入草芥，甚至疾病践踏。把他给我丢出去！真是晦气。这不是季家二公子吗？怎么伤成这样？听说他们夫妻得罪了皇后和信王，这也太惨了。走吧，别看。救救我！我不甘心啊！上一世我也同样的不甘心，这一世你会慢慢体会到我的感觉。我不会杀你，我会让你身陷地狱，生不如死。你殚精竭虑，还不是依旧卑贱，不如公婢。青阳，谢谢青阳，你可真醒醒！这不许你死！夫君，您终于醒了，可吓坏我了。我是做噩梦了吗？怎么又能梦到那些画面？我成了皇帝，我还虐待谢青阳，谢青鸾。夫君，是父亲、母亲和皇后娘娘求情，才把我救了出来。我一出来就听说你被季家赶出来了，立刻派人将你救回来了。夫君，你放心，无论是季家的人，还是太子、太子妃，都不会再欺负我们了。这一次连累他这么惨，看来暂时还是不能告诉他皇子的身份，他一定会厌恶我，抛下我。你是不是嫌弃我了？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妻子。谢青鸾和谢青阳都很不对劲，还有刚才那个梦，那些片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夫君，夫君。哦，千鸾，我知道，这都不是你的错，我从未嫌弃过你。夫君，谢谢你，我一定倾尽国公府全力，让你成为人上人，让那些曾经欺辱过我们的人，全都跪倒在你的脚下。李大哥，多谢你这次相助，小妹在此谢过。你外祖父他老人家当初一饭之恩，楚问至今不敢忘。你求我的事，岂有袖手旁观之理？小妹还有2件事想求李大哥帮忙。但说无妨。怎么会有硫磺的味道？我知道李大哥不仅学富五车，私下更是武艺超绝，还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情报组织天机阁的阁主。小妹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事关太子登基，还需要天机阁的力量。如此隐秘之事你也知道，看来我真是小觑你了。放心，太子也是家师一直全力扶持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殿下，今早皇后娘娘又赏赐了2位美女。照老规矩办。是。什么老规矩啊？从小到大，皇帝、皇后，还有那些心怀各种心思的大臣，包括那个信我、给我塞过无数个女人。不过说起来，我的确在这东宫没有见过除了江侧妃以外的任何妃子。你把他们安排到别院了？怎么？审讯我？太子殿下，见过殿下。太子妃，殿下不是说好今晚要陪我的吗？怎么现在还没去？臣妾可是费尽心思的准备了一份惊喜，等着殿下亲自去看。太子妃，你早些休息吧。皇后肯定因为信王的事，一直盯着东宫。你如果不好应付，就托病避避风头。托病也避不开几日。也无需避几日，再过半个月，结冠典礼之上，到时候他们就忍不住出手了。我自有办法对付。这段日子，你尽量避开即可。太子妃，你的确有些手段。刚入东宫不过1个月，就能让殿下大半时都在你这儿。不过没用的，我有杀手锏，你是抢不过我的。杀手锏，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催命符。殿下觉得如何？这就是火药吗？不错，这就是臣妾根据前朝古籍活宫气药复原的配方制作完成，
说起来，还多亏了殿下，让将军府帮我寻找到需要的各种原料。殿下觉得，以将军府的兵力，再配上臣妾的火药作为助力，倘若对上朝廷大军，胜算有几成？此物有移山填海之威，奔雷走火之势，使用之人命之为火药。上一世就是因为制造这些火药被朝廷发现，认为顾老将军有谋反之嫌，当时的皇帝忌惮之下，用萧承泽性命威胁，逼顾老将军回京受审。我一直不明白这些火药从何而来，没想到竟然是这个江柔弄出来的，我倒是低估了他。李大哥，务必查清楚他们存放生产火药的地址，还有派人去江柔老家，详细调查他的来历。好。江柔，你到底是谁？这里就是江荣研究那些火药的秘密之地。她是吏部侍郎江侍郎的幼女，3年前被指婚为太子侧室。这是什么？那是木炭。谢青英，想不到吧？这是我专门为你备下的圈套。你不过是一个来自古代后宅的无知妇人，我原本是不想杀你的，可你非要自寻死路。这里的这些火药关系到顾家军的占领，以及日后与帝后对战中是否能取得胜利，此等机密绝不能外传。所以，就算我今日杀了你，萧承泽也无话可说。慢着，你不用挣扎了，你的命远不如这些火药机密来的重要。萧承泽从不相信任何人，你当真以为这些火药能厉害到让萧承泽甘愿拿长公主20年的筹谋、顾家满门以及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去豪赌？我当然可以让他相信啊，因为我的脑子里有着你无法理解的知识。你不是已经去我家乡调查过我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只是皇后派到他身边的棋子？反正你已是死路一条，不如我让你当个明白鬼。因为我啊，是来自于你们不同时代的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就是，我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者，一个与你们这个时代1000多年后的世界。在我们的时代，科技非常发达，像这些火药，在我们这个世界都是必备武器，在你们这个时代，那更是碾压式的绝杀利器，属于降维打击。穿越者，降维打击？不然你以为我和你一样，只会一些宫斗宅斗的低劣伎俩？那样怎么能让萧承泽相信呢？但我同你说过了，我有杀手锏。杀手锏？所以你的杀手锏就是这些火药，还有你穿越者的身份。你就不怕萧承泽利用你？利用就利用呗，不然你以为我和你这个时代的女人一样，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吗？我初来乍到，本来就只是借他暂时容身罢了，再通过他得顾家军30万大军为助。我想要的从来都不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辅助，我要的是站在权力的巅峰，女帝。
你想当女帝是又如何？男人可以，女人为什么不行？在我的世界，人人平等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会输了吧？可以安心上路了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萧哲子，殿下真以为这些东西值得你拿长公主20年的筹谋、顾家满门以及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去豪赌？你既然知道了这个东西，你应该知道其威力，就不怕姑杀你灭口？殿下不会。这些火药固然很厉害，但制作难度高，所耗费的银钱更是天价。想要在数十万大军对垒时起到关键作用，非一时半刻可以做到。姑可以等他改良，你等不了了。你以为江柔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只放出风声说是地洞，就能骗过所有人吗？据我所知，现在已经有人盯上了你和江柔，甚至相关密报已经呈到了帝后的手中。谁？季行川。上一世，季行川此时正辅助信王，暗中盯着萧承泽和江荣的动静，并通过信王密报给了皇帝。这一世同样重生的谢千鸾，肯定也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。这个女人的确比我想象中更聪明，也似乎有更多的秘密。而且，青音也确定，即使没有其他理由，殿下也不舍得杀我。爱妃很自信，殿下喜欢吗？姑喜欢的紧。为什么？想利用姑上位的人多的是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该是这样吧？我是穿越的，我怎么会输？他以前对江荣表现得那么宠溺，我一度都以为他是真爱，没想到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殿下会不会有一日像舍弃江荣一般，舍弃我？放在那一瞬间，我满脑子想的全是不能让他死在我面前。如果不想被姑舍弃，就乖乖听话，不要做让姑失望的事情。江荣有一句话说的倒是没错，女人的确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一个男人的良心。皇上口谕。宣太子、太子妃即刻觐见，不得有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萧承泽，你可知罪？儿臣不知，还请父皇明示。不知？那朕给你明示。有人举报你与将军府勾结，私自研究火药，意图谋反，你如何说？儿臣请问父皇，是何人举报？可有证据？朕是看你不见棺材不流泪。来人，宣信王。
宣信王觐见。儿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信王，太子要看指证他与将军府勾结的证据，你就当面跟他对质。是，父皇。谢清英，虽然我找不到能证明行川身份的那个老太监，让行川提前获得他的身份，但就凭这些，也就能置你于死地，殊途同归。萧承泽、谢晴英，你们不用思考了。前段时间有人向本王禀报，说有人在暗中收购矿区，于是本王暗中调查，果然发现运输削土硫磺，制造工程利器，命名为火药。这是收购矿区的地契，上面买主的印鉴正是你的侧妃江蓉。而这一张是东郊摄氏田庄在官府登记的地契，足够可以认出这是长公主陪嫁的田庄。这一张嘛，是我现场抓获的一名工人的口供，他已承认他的主子就是你的侧妃江蓉，而所有的一切都是太子授意。萧承泽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制造火药确有其事。制造火药确有其事。萧承泽绝不可能轻易认罪，难道他早有准备？如此说来，你承认这些证据，愿意认罪了？儿臣只是承认私自制造火药一事确有其事，但并没有承认那是儿臣的手笔，更加没有承认与将军乃至长公主有关。父皇，今日儿臣也有一告，那便是有人意图谋反，利用江蓉等人暗中做局，陷害将军府，陷害东宫，危害社稷，乱民心。什么？可有此事啊？果然，这才是太子的后招。你说做局就做局，谁不知道江蓉是你的侧妃？你还想诬陷别人？谢清英，你怎么狡辩都没用，今天我一定要将你打落尘埃，重新被我踩在脚下。父皇，儿臣已有证据，正在宫门外等待宣召。那就宣吧，朕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证据。季行川，你们夫妻俩可是信誓旦旦，这一次一定能把太子拉下马的。要是再坑本王，本王要你们的脑袋！殿下放心便是。萧承泽，你失心疯了吧？今日我要与你算的是勾结长公主、将军府谋反一事，弄这些女子前来作甚啊！萧承泽，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父皇，这2名女子，便是2年前献王殿下送给儿臣的。献王殿下，你还记得吗？笑话！我送给别人那么多女人，怎么可能记得？萧承泽，到底想干什么？这2名女子，乃是2年前由陈国公送进太子府，而陈国公就是献王殿下的舅舅，皇后的哥哥。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这个
便是江荣。他是3年前由皇后赐给儿臣当侧妃。这些年来，有不少人向东宫安插各种人手，为了监视东宫的一举一动。更有甚者，就像这个江荣，私自炼制火药，陷害东宫。你说是就是，有人信吗？你们信吗？这个便是供状。献王殿下，要不要我把皇后前2日送的那2名美女也带上殿来，当庭对质呢？小承泽，还请各位大臣，皇上，还臣一个清白，还臣一个公道。请皇上还太子殿下一个清白。狼子野心的东西，全都是冲着朕来的。来人，先把尸体抬下去，你们也下去。既然各执一词，那就先将太子、太子妃和其他人等暂时收押，由大理寺和刑部调查清楚后再做。公然栽赃，胡罪收监，皇兄是想昭告天下废太子吗？你来做什么？那皇兄觉得我就应该乖乖的待在公主府，和太子一样被栽赃一个莫须有的罪名。放肆！这就算放肆？那臣妹还有更放肆的。当初皇上登基之时，答应了群臣以及宗室的约定，皇上不记得，臣妹亲自过来给你提个醒。这里面是当年先皇传位于当时的太子萧承泽的遗诏，以及当今陛下登基之时对百官的承诺，他日一定会将王位还给太子的亲笔诏书。本宫倒是要看看，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违反先皇遗诏，违反昔日诺言。臣等不敢。萧如此，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现在是有人证物证，朕听闻太子私则要，意图谋反。朕只是下令调查，没有废除太子的意思。好啊，既然信王和皇后也有嫌疑，那就请陛下允准，一并公开调查，看看到底是谁大逆不道。够了！萧如瑟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如今一国之君是朕，朕的皇后乃是一国之母，岂能容你如此污蔑？来人，把长公主和太子给我拿下，押至各自府邸。草民沈阳明求见天子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天哪，这个沈阁老是他！我大梁第一沈老先生。对呀，沈阁老怎么来了？还好，李大哥总算赶得及将沈老请来。草民拜见陛下，拜见太子、太子妃。陛下，草民有幸得3朝先帝厚爱，委以重任，看护我大梁社稷安稳。可如今后宫乱政，奸佞当道，更查出皇后是以蛊毒加害太子，望陛下彻查，以正朝纲。若陛下执迷不悟，一意维护，草民
只有请出高祖所赐龙头铠，大奸佞立新之，望陛下三思。陛下三思。这一局我又赢了。皇上，冤枉！你们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后与信王谋害储君，罪证确凿，废去皇后位分，打入冷宫。信王贬为庶人，终身圈禁。纪行川、谢千鸾收押天牢，钦此。谢清英，你别太得意，我不会输的。你要是太得意的话，下场会很难看。你是不是想说，纪行川是皇子，能帮助你翻身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也重生了？所以你猜这一次，他还会不会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身份？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和他夫妻数10年，他什么样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当年我父皇母后对他恩重如山，他为了地位，可以拿我当要挟，逼我母后自尽殉葬。如今他为了推卸责任，把你当弃子，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为他生儿育女，倾尽全力扶持他上位，他为我三妻后宫，独宠我一人数10年。我以为这就是真爱，我以为真的赢了你的母亲。可是没想到，我竟落得如此下场。最是我亲弟王家，最是我亲弟王家。我真是悔啊！我真悔啊！你错了。你懂什么？你不过一个乡野长大的粗鄙之人，你配跟我说话吗？你倒是在国公府金尊玉贵的长大，可你的行径却连乡野村妇都比不上。我只恨当年战前过后，没有不管不顾杀了你，才会落得今日这个地步。所以我比你聪明，我不会给自己敌人留退路，包括信王，全部都会处理掉。来人！你别太得意，帝王无情，我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。皇后自知愧对圣恩，悬梁自尽。青音别怕，只要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不会背叛我，我就不会伤害你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他看似手段狠辣，从不相信任何人，但实际上却一直被困在被虐待的小时候，不相信爱，却又渴望被爱。殿下放心，我会永远陪着你。放心，我不会再给任何人背弃我的机会。令月吉日，史家元府，弃儿幼稚，
顺而成德，受考为期，戒而景服，请陛下为太子殿下加冕。皇上，有刺客！陛下，哎呀，哎，抓刺客！抓刺客呀！保护皇上！刚才他居然不要命的救我！皇儿，皇儿，纪行川怎么会在这里？上一世，纪行川就是在宫宴上为皇帝挡道，不仅救了皇帝，还因此被发现了皇子身份。可是上一世，他身上根本没有这印记啊！你现在才告诉我是皇子，你既然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一早告诉我？我怕你嫌弃我是不清白之身。你知道我是皇子才主动换的气，可如果那样，谢青云恨的应该是你，为什么会是我？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不能让他知道我和谢青云都是重生，而是我从中挑拨离间。是父亲告诉我，说皇上曾经还有一个孩子，是当年献祭去世，京城动乱中流落在外的，一直没有告诉皇上，是因为能证明你身份的关键证据始终没有找到。夫君，你别着急，父亲已经在加急寻找能证明你身份的其他证据，等咱们找到证据，咱们就可以翻身。你这个蠢货！关键人证消失，自然是被人灭口了。你凭什么以为你区区一个国公府，能和长公主府、将军府甚至太子力量抗衡？你现在能联系到谢国公吗？刑部主事是母亲的表弟。你现在立马联系谢国公，我有办法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你先把我从这里弄出去。什么办法？你说什么？纪行川是朕失散在外多年的皇儿？是啊，臣奉皇后娘娘密令寻访多年，也是偶然的机会才寻到皇子下落。之前的人证都被长公主派人灭口了，但皇天庇佑，还是让老臣找到了这其他的证据。回禀陛下，老奴就是当年娘娘派去侍奉小皇子的，但当年因事乱着火，小皇子失踪，老奴怕担责，一直在外面寻找，直到谢国公找到皇子，老奴发现身上印记才认出。什么印记？回禀皇上，是当年失火时，老奴怕保护不住皇子，用发簪在身上烙了一个梅花印。此发簪就是老奴当年伺候皇子的时候，皇后赐给老奴的。这发簪的确是皇后之物。这个老仆的确像是伺候皇后身边的太监。所以说，纪行川真的是朕的皇儿。无论是什么人证物证，想必都被萧承泽和谢青莹提前毁掉。想要破局，我只能自己制造证据。而对于皇帝来说，信王已经彻底成了废子。为了不让皇位继续被他给抢走，我只能给出证据。那他一定会顺水推舟认下谢青莹。我说过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纪行川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因为本国公查明了流落在外的小殿下的下落，正是侯府的继二公子。谢青英，没想到吧，我居然还能翻身。今日之后，我就可以彻底将你踩在脚下。怎么可能？因为季行川制造了假的身份证明。他疯了，皇子身份都敢造假，他就不怕？他有什么不敢？因为我们这位皇帝陛下一定会认下他这个最后的救命稻草。皇儿，你真的是皇儿？我知道这个印记，我知道这个印记的。你真的是皇儿？说，是谁派你来刺杀殿下的？是太子，是太子指使我这么做的。大胆，分明是叛污！太子今日完成籍贯礼后，便可正式入朝监国，哪有什么理由刺杀皇上？当然有理由，他只是监国，又不是正式登基为帝。说不定啊，他就暗中调查我夫君是不是皇子，担心有变故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你胡说八道！太子是先武烈帝亲子，名正言顺继位，何须忌惮一个区区刚找回来的皇子？陛下，此刻来历不明，信口叛污，不可信呐！这方才差点遇刺是朕的皇子流落多年，如今当着朕的面受重伤也是真。来人，将那公主、太子、太子妃软禁于府邸，待事情查清后再做处置。无论上一世还是这一世，我这个好父亲可都是义无反顾的舍弃。这是皮外伤，不要紧。殿下，你乃千金之躯，实在没必要为我挡这一刀。你是顾的太子妃，我肯定要为你。顾的意思是，只要你一直陪在顾身边，不背叛顾，顾自然会护着你。我是处心积虑想要得到萧承泽的爱，可那是为了庞的目的。我也以为自己不会再为了一个男人动心，然而活了2辈子，还是第一次被人真心实意的护着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萧承泽，从小到大，除了我的母亲，你是第一个真心实意护着我的人。既然已经给了，就不要再收走，好吗？只要你不想收走，顾就不会收走。好，我记下了。萧承泽这种冷心冷情的变态，居然会用那么温柔多情的眼神看一个女人。都死到临头了，你们还有闲情雅致在这卿卿我我？这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？上一世就算了，这一世居然还能得到萧承泽的心。萧承泽，你以为你怀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？
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关你什么事？他不过就是为了你的太子身份。可惜啊，你马上就要因为谋杀皇上、意图谋反，成为阶下囚了。姐姐，这一次可是我赢了，是吗？我看未必吧。萧承泽对我是一片真心，他是真心爱我。但纪行川成了皇子之后，你确定他还会要你这个失身于别的男人的女人吗？你要做什么？萧承泽，你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吧？果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那就由我来告诉你。你怀里的这个女人，根本就不是你以为的那个谢青英。但她就是谢青英，姑很确定。她当然是谢青英，但不是你以为的那个。她是上辈子重生回来的谢青英。重生？没错，我们两个都是重生回来的。上一世，她嫁给了纪行川，爱得死去活来，还辅佐他成为了皇帝。而你家被满门抄斩，你还成了一个短命鬼，死得好惨呐！而这一世，换我嫁给了纪行川，坐上了皇后的宝座，而他就只能和你成为一对亡命鸳鸯了。不对，不能叫亡命鸳鸯。我这个好姐姐啊，可是曾经最爱的是纪行川，他和你不过是被逼无奈，妄想垂死挣扎罢了。难怪我一直觉得他藏着很多秘密，并不符合一个乡村孤女的见识和能力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一切都解释得通了。怎么样啊，姐姐？瞒了我们太子殿下这么久，按我们太子殿下的脾气，恐怕不能对你像以前那样宠爱了吧？谢千鸾，与其担心我，不如担心你自己吧。我了解纪行川，他是绝对不会让一个失身于别的男人的女人成为自己的皇后。我自然有办法留在他的身边，反倒是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你恐怕没几天得意日子可以过了。等皇上废太子的命令下达之后，有你跪在我脚边求我的那一天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正爱的人是纪行川，你跟我说的哪怕一句真话都没有吗？啊？殿下，重生的事是我骗了你，但有一句话是真的，只要你不收走你的血，我也不会收走我的血。谢青英，我说过，背叛我的人，无论是谁，我都不会原谅他。怎么回事儿？那些刺客不是咱们自己安排的人吗？怎么夫君到现在还是昏迷不醒？哎呀，安排好了，还特意叮嘱不能伤了皇子要害。太医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殿下的脉象不像是刀伤，是中毒。中毒？去看看他的伤口。是。里面掺了千机草。这千机草？陛下，这千机草跟止血的藤草长得极为相似，就连味道也一模一样。
只不过一个会止血，而另一个会让伤口迅速溃烂。陛下，是有人故意下毒，想要害死殿下呀！之前给夫君换药的人，是不是太医院张正？来人，立刻把张正给我带来！回禀陛下，可他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朕还派人去他家里，发现他的家人全都失踪了。一定是萧承泽，还有长公主和谢清英。你这个荡妇！你给我记住，没有朕答应，你不能死。青阳，醒醒，青阳，为什么？谢青阳，夫君，你醒了。太医院那帮废柴说你再也醒不过来了，可给我吓坏了。幸好你醒了。你干什么？谢青龙，这一世，害得谢青英死于非命。这一世，你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，将他推到了萧承泽身边。你该死！你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也重生了？你想不到吧？我都已经知道了。谢青龙，好好想一想，你怎么死？住手啊！殿下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，那你不能刚用完我们就翻脸不认人吧？要不是我们国公府，还不是你这个好女儿。要不是她，我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殿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自己问问你这个好女儿。谢青龙，你最好祈祷一下，我还能挽回谢青英，否则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切？难道我2辈子注定活成一个笑话？青英，我来了。长公主明明派了暗卫，是计划失败还是她命大，居然撑过来了？不对，她的眼神怎么和以前都不一样？怎么感觉那么熟悉？青英，我都想起来了。所以，上一世没能亲手杀了我，这一世就特地过来再杀我一次。我没有想过要杀你，青英，自始至终，我都是爱你的。青英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上一世你一心一意对我，我那样对你，所以这一世你才会那么厌恶我，憎恨我。然后呢？还好你重生了，还好我都想起了这一切。这一世我依然是皇子，皇位依然是我的，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？你打算怎么弥补？他居然没有直接拒绝。青英，我知道你选择萧承泽，不过是为了想得到皇后之位，这些我都可以给你，只要你给我个机会。季星川，如果我说我不想当皇后呢？那你想要什么？你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的，我能给你的，我都答应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，萧承泽也给不了，我想要的只有我自己才能给。青英，我会向你证明，
你想要的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谢清英，我杀了你！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蠢？你和季行川翻脸了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重活一世，你还是一无所有。谢清英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2辈子都要输给你？我不甘心！明明这么多年，我才是国公府唯一的嫡出大小姐，明明我什么都有，可是你偏偏要抢走我的一切！谢千鸾，我从来没想过和你抢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再说了，上一世我甚至没想和你抢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、不择手段，最终害人害己。你少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！谢清英，明明就是你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！谢清英，我真恨！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！我恨不得将你剁成一块一块喂狗，将你挫骨扬灰！我恨不得将你挫骨扬灰！谢清英，萧承泽就是个疯子，永远都不会相信欺骗过他的人。而且季行川已经全部都想起来了，他一定会跟萧承泽斗个你死我活。只要季行川在，萧承泽就永远都不会相信你。而你已经恨透了季行川，你永远都不会跟他重归于好。谢清英，即使我输了，你也别想赢。谢千鸾，你怎么知道我非要在他们2个之中选一个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女人不一定非要做被选择的那一个。在我的世界，人人平等。只要我足够强大，我大可以选择别人。一个皇子，一个太子，你还有什么资格选别人？夏虫不可语冰。你不杀我，人生凄苦，求不得最苦。你已经一无所有，注定一辈子都活在得不到的痛苦之中。还有什么杀你的必要吗？不可能，我是太子妃，我是皇后，我是太子妃啊，我是皇后，我是太子妃，我是皇后。陛下驾到！死到临头，还有这般雅兴。果然，下棋的人只要快输了，就会把棋局给下。萧承泽，你私制火器，刺杀君上，谋反之心昭然若揭，罪不可赦。来人，将其捉拿下狱，违抗者格杀勿论。我看谁敢！陛下说错了，太子不是谋逆，而是诛国贼，负先武列帝正统。萧承泽、萧如瑟，朕才是皇帝，是天子，是正统。你们居家谋反，真以为打着武烈帝的旗号就可以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吗？国要去堵谁的口？不过是成王败寇。当年
你授意皇后逼死我母后，夺我皇位的时候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现在，我顾家10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。萧承泽，你以为我会输给你吗？我给你一次机会选择。把人带上来！你不说安排了死士，安排他和你舅舅出城会合吗？他怎么会在纪行川手里？青樱，我就让你好好的看着他。他萧承泽是选你呢，还是选他那唾手可得的皇位？谢青樱，谢青樱，你怕是忘了我比萧承泽多活1世，再怎么样，我也不可能输给他。青樱，你最好是选择我，我会向你证明，我才是你这一辈子最值得托付的人。萧承泽，我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是选从我和青樱的尸体上踏过去，还是放弃你那唾手可得的皇位？萧承泽，别忘了你和我还有数10万顾家大军，为了今天谋划了20年。放了他，皇位归你。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为了精英放弃那唾手可得的皇位？谢青云，明日我安排人送你出去。你要赶我走？明天东宫会有危险，在这里不安全，我派人送你去舅舅那里。你是担心我的安全，不是在赶我。谢青云，我再说一遍，无论是任何人，只要背叛我，都不会再给他第2次机会。萧承泽，你的心比你的嘴巴诚实多了。那颗给出去的心你没有收走，我赌对了。你为什么会选择相信他？上一世我也相信过你，那是因为……你不用解释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选我。萧承泽，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只想青樱活着。你把青樱放了，我把皇位让给你。我可以立誓，我顾家军从此远赴塞北，永不回大梁帝国。放了他！大哥，你看到了吗？从小到大，都是你比我强。现在你儿子输给了我的儿子，朕赢了你！闭嘴！吵死了！这是皇上的诏书，皇上立我为太子。萧承泽，你弑君谋反，诸位，请随我诛灭国贼，以正江山。
金英，看到没有，我才是社稷正统。待我登上帝位，你就是后宫之主，母仪天下。这一世再也没有奸人作祟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吗？季行川，你难道还嫌着皇城的血腥味不够吗？你以为小橙子它有多干净吗？小橙子，你手上的血比我的还多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至少不会拿心爱之人当挡箭牌。季行川，别再骗自己了，你根本就不是想让我选你，你只是想证明没有什么东西比皇权更重要。别过来，你过来我会杀了你。在你的心里，永远都是权势的影子。没有，你赢了。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也休想得到！弑君者季行川已伏诛，尔等还不束手就擒！小橙子，你说我和你像不像两棵野草？你用仇恨做根，我用野心做叶，都想开出一朵叫谢青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说，如果世界上没有皇权，会不会少些悲剧？也许吧。其实权力比爱恨更让人清醒。在我心里，你远比皇权更重要。今后的路，我将陪你一起走。太子殿下，以后的路，你想一个人走？不是一个人，我是要带着所有人走向我要的未来。这就是你想要的未来？女子不该困于后宅。我想要的未来，是让谢青音不再成为个例，是让万千女性都成为自己的光。不愧是我大梁国的好女帝。那还不多亏你这个英明神武的贤君，上位给你了。